Yup, that's me. You're probably wondering how I ended up in this situation.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Max 100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。其实我犹豫了蛮久，是否要做这期视频，因为这视频材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了，而且打码的话也需要很多时间。不过我最后还是决定把它做出来，因为也想把自己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赛道日是我在19年的时候参加德国的 Hockenheim 的一个赛道日的视频。大家可以看到我摩托车的整流罩还是原厂的，但是我这里建议大家，如果大家下赛道的话，最好还是换成副厂的车壳，因为摔坏的话还是会很贵的。这个赛道日是我人生第2次参加赛道日，如果也有朋友喜欢速度感的话，那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赛道，我保证大家绝对不会后悔。其实在我摔车的前一节，我就已经在同一个弯道线路走大了一次，然后当时真的是运气好，然后没有翻车。其实在这个意外之后，我已经考虑过要不要骑最后一节，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和体力都下降的比较厉害了已经。但是最后一节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了，因为感觉自己花了这么多钱上赛道，不骑的话就亏了。这也是我当时犯的最大的一个失误。之后的故事的话，大家也应该都在我开始的视频都已经看到了。虽然其实看着摔着比较厉害，但是我自己身上是没有什么大伤的，所以这也说明大家骑车的时候一定要穿骑行服，对你的生命是有一定的保障的。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摔车之后的状态，基本上所有的原厂整流罩都有被损坏，右边的整流罩整个就已经跟我说拜拜了。然后我们发现尾部的车架也已经变形，所以我们把整个车都拆了，拿去测量，看主车架和前叉之类的是否也因为受到撞击而变形。很可惜的是，除了前叉，基本上所有的部件都变形了。不过还是可以在调整和修理的范围之内。如果要重新把它恢复到原厂设置的话，光是原厂车壳和修理费，估计基本上就要上6000欧元。所以最后我决定修好之后，就把它完全改造成赛道车。
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，希望大家喜欢，然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优质的视频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